好，那今天我们来讲怎么在 Blender 里面对这种场景物件做合成的处理。这样，那如果你想要画面上这个档案的话，我会把获得的连接放在描述里面。现在你只要花$30就可以拿到这个场景的档案啊。预计这个档案不久会涨价，所以如果你不想多花钱的话，你可以尽早去获得它。那在进入合成之前，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跟如果我要做合成的话，我会对我的项目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要注意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先去看这个场景里面我做什么设定，再来去做合成。那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做合成。通常我会做合成是对这种比较大型一点的场景，这种场景通常我都会加一个叫 VDB 的云雾的物件。我通常是针对这种东西会进行合成。那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后期渲染的时间。对，因为我做这种场景的时候，主要是 VDB 非常的重，它会大幅的让我们的渲染时间拉得很长啊。如果你直接算出整张图，打光不满意，然后这种粒子的动态不满意，材质灯光不满意，你就要重算，那会很耗时间。加上我在这种 VDB 内打这种光线，这边有个蓝色的灯，这张是打蓝色的灯。我如果要让它出现好的效果，让那种云雾里面有一点带蓝色的效果，它的光要非常的强烈。但我如果把光跟城堡一起算的话，那个蓝色的光会直接影响到城堡，就会变成说我这边的光好看，但我城堡有一个超级蓝的地方，我不想让它出现在城堡上，我希望城堡就只要是橘色的灯就好了。我这边有一个专门给城堡用的灯，所以我的做法是，我把城堡的灯跟城堡放在一个层里面，然后我把云雾 VDB 跟 VDB 的灯放在一个层里面，我让它的灯跟它的建筑物去做分开，这样子，这样我会在后期输出的图片后，我就会分开，就是云雾只有蓝色的灯，城堡只有橘色的灯。我会把图片放在中间，你应该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你会看到城堡就是主要都是橘色的，然后我在底下这个区块，那个有点像水晶的区块，又补一点蓝色的灯，跟摄影机有一个蓝色的天光，就这样。就这样，对，因为我城堡如果有太多蓝色的灯的话，它会变得很极端，就是它的蓝光会超级明显，我会不好调色，画面上看起来会很怪，对，所以我会把它分离出来。然后我知道有人在 Blender 4版本后吧，我忘记是4点几，就是有出那个 Lightlink，但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用过 Lightlink，因为我当时看他的介绍，我对他刚才说就是说，你的灯光现在可以选几个群组了，然后那几个群组可以说我可以指定哪些东西受这个光影响，哪些东西不受这个光影响。但是我一直以来做合成，我都是把光跟场景分离开来，然后我就是橘光照建筑物，蓝光照 VDB，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干涉到。所以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用 Lightlink，而且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分层比较方便了，不然我每个 Lightlink 都要绑那个物件，啊，我这边物件就这么多，我真的会绑到死掉。所以如果你是用 Blender 3点多版本的话，这个方法一样可以让你把灯光分离开来。你不用为了就是新版本去弄 Lightlink，毕竟我知道有些旧版的插件还是什么的，可能用习惯就没有更新嘛。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分离你的光。好，那我们现在就详细看一下，就是说我是怎么分开这些物件的，我分开它们的判定是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只有3个嘛，但是正常来说，如果物件更多的话，我们要怎么决定说哪一个归哪一层，哪一个要放在一起？那都先设定好的话，后期会比较方便。那针对合成设定呢，我通常会把物件分开嘛，啊，分开它们的基准通常就是我会先把城堡这一类的建筑类的，像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锁链，然后一些岩石跟类似水晶的物件，我会把它分在一块，就是明显是主体的。像这个场景就是城堡啊这些有的没的啊。另外有一个旧一点版本的是齿轮城，我那个物件是除了城堡之外，我连树都跟它合在一起。毕竟当时的概念图是它的树是攀附着建筑支撑的，就是它就是沿着那个建筑物旁边长出来。那我就是把它们就是算在一块，啊，就是可能跟建筑明显有关联性的就算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VDB 嘛，因为它这个实在太重，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效果很好看，所以我还是会用它啊。VDB 这种东西我会单独给它算一层，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像 Dust，像这种新成物件的这个东西也会自己算一层，这个东西不单独算不耗时，但是你要调它的动态，你就得一直调，所以会单独算一个出来。然后像其他物件会有一些更细的东西，那我就先开其他物件去讲说大概分层的判定是怎样，我们之后再切回来这个画面。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对齿轮层做的一些合成相关的设定。画面上你看到这些建筑物，就是这个 BTY 里面的，就是
我们主要建筑会算的图层。那这个图层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是树跟一个是藤蔓，但我没有显示它们出来，因为它们直接显示的话太卡了，所以我就是 viewport 这里关掉，渲染的时候会打开。对啊，如果你实际说的话，就是会看到就是树跟建筑物这样。然后灯光的部分，我也是选择把橘光安排在这一层，蓝光我就是不让它算图出来，对，不然那个光会很丑。如果你想看的话，大概会长这个样子吧，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把光都放在一起，就会搞得这样子，你会没办法做光的调整。它那个蓝光太强了，而且我根本不希望它在那个地方照蓝光，但是我为了帮 VTP 打光，我们又不得不射那么强烈的光，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分开。对，然后没有分开就会长这样，就是没办法，就只能够这样玩。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一层，这个是星球的，这个是星球的，你看到上面这边有一颗球体，对，啊，我会单独算它是因为它本身有带发光体，啊，我可能会想要对它的发光体去做一些那个可能就是光晕的调整啊，或者是别的，我就把它单独拉出来，毕竟这个场景的光很多，自带发光的光源也很多。你现在看到这个星球嘛，然后这边的那些建筑物的一些什么光啊，有的没的，那个玻璃罩，我其实是有让他们发光的，所以后期的话会超亮，真的会超亮。对，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层就是 VDB 嘛，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光打在这里很强烈，然后为了不让建筑物造成那个蓝色强光，我们就会把它分开。然后你实际渲染出来的话，可能会长这个样子，有啊，就是我们会做调整，帮它跟建筑做切割开来。对，那边的时候我们算来炫的那个 VDB 就是会长这样子，然后后面再合上去，叠上去的时候就是一幅正常的图，就不会像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切开。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一层有什么。对，这个是背景啊，背景问就是我们用 HDRA 算的背景，这个星空的那个背景。对，但现在这样看不到，是因为我有开那个设定。看一下，在这个吧，把这个关掉，然后有了，就是这个星空的背景。对，这个就是背景图，它会带一点点小小的那个星在那，就在后面有一点点缀一点点的，但是就是不会说整个看过去就是黑底这样，后面就有加上这个。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层。哦，这个是雾气的那一层。对，就是像那个我们前面讲说，可能体积物什么的也会大幅增加我们算图的时间嘛。但我如果单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算的话，它就也不会说会影响到我们算图的时间那么久。对，而且你也可以在后台去调整说它的强烈要多少啊，或者是我今天想说它如果不要了，我就移掉，就不会说我整个图算那个 VDB 跟那个城堡本身出来后，然后我连雾气都算出来啊，变成说我雾气不够好，我又要重调的话，那很麻烦。所以我就是只有算这一层这样，它就长这个样子，这个就雾气大小嘛。然后你现在看这样，你可能觉得光很强烈，后期的话再去调参数去调低，这都没关系，这就不用再调太多设定就好了，主要都在后期完成。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一个长久点卡，啊，这个是人物，这个是我后来才决定加上去的，对。啊，至于为什么要加这个人物呢？是因为那个原本的预览图其实就有人啊，后来是我一直找，然后找不太到什么好的人物，到几乎快做完了，我才想说，哎，这个还不错，我就把它加进去，这样有点卡，这里有点浮空，是因为我为了配合他的视角嘛，不然看不到，有点太卡了，不然看不到这个场景。然后这个人物我本身是有帮他做打光的，就它有点微发光，然后我把它分离出来也是为了就是我想控制它的光晕，因为你如果整个图都弄出来的话，你光晕一起打，这个人本身有光晕嘛，他的光晕强烈就会跟其他人一起弄到，我怕那样子会影响到那个光的那个就是光晕的那个平衡啦，所以我就把它单独算一个出来。对啊，这个烟雾是后来就废掉啊，因为我当时想说它那个预览图晚上的时候这边有放一个蒸汽的烟孔的效果在，它有做那个烟的那个画面出来啊，我后面有试了几次，我觉得我那个烟找的图像的那个素材不是那么好，然后单独做烟模拟的话，那个时候还不太会做，单独做烟模拟的话又很耗时，而且也不确定会不会成功，我就是搁着，后来这个烟是没有做的，然后就这个叶子。像前几个场景，不是有给你看那个吗？粒子效果，然后这个场就变成那个叶子了。上次是羽毛嘛，刚刚那个场景是那个会发光的那种小星辰，这个场景就是叶子，就是单独算出来，就不用调出什么全部重算。然后这个叶子的那个
数量跟那个锋利的大小也会调很多遍。那单独算出来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影响我们那个算图的时间。啊，最后这个就不用看了，这个是为了给你们看那个，就是在 viewport 里面看起来会长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先看一遍，就是我后期合成完后，它一层一层叠上去长怎样。好，那我先放那个影片给你们看。好，那影片看完了，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边这个合成的效果长怎样。那今天看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杂，但我们等一下做的东西不会这么杂。我现在这边给你看，只是为了说，就是实际上合成的情况会长什么样子。我们等一下做的只会做3层而已。啊，这边是因为我已经分了很多层，但是你如果了解它的架构在干嘛，其实都很简单，因为它就是一堆重复的东西，然后一层一层贴上去而已。对。啊，底下这一层就不用看了，这边是我做测试合成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关注这一层就好了。我把这拉走，哎，好，这样，然后我们就先看我们第一层嘛，就我们的建筑物，然后我们刚刚有说，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分离开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建筑物跟树木还有灯光是在一个图层里面进行算图，还有这个藤蔓枝叶，然后我们给它上 denoise 去降低它的那个就是这边那个模糊程度，这样。然后我们就加了一点点的颜色光上去嘛，就是调完后，我想要再调一点光，看能不能让它变橘一点，然后再加光晕。对，加上光晕后，我们的建筑这一部分就做完了。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合成一些其他的，像那个背景嘛，我们背景的那个星辰要合上去，看一下效果。有，这样就是我们有星星，对，背影就不会整个就是透明的，或者算出来就是全黑的。虽然我们的场景物件非常的多，可能没有这个也没关系，但是我就是有把它加上去这样。对，星辰之后合上这个，然后我们的下一个合上的是刚刚讲的星球嘛，然后来看星球这边我就没有选择就是用那个光晕，我是这边有选一个叫 emission 的那个通道，把它的光单纯就是我把它的光晕渲染出来了。然后再给它上一点模糊，然后再贴回去，这样。因为你如果单纯用光晕这个的话，我会觉得它有时候给我的光就是我觉得它没那么好，但是我又想要它发光，所以我就用那个模糊帮它上这个光晕，它就会这个模糊大小的光我就可以自己去调整了，就不用就是很绑死的用这个去调那个光有的没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是 VDB 嘛，那这个刚刚也有讲到 VDB，我也做了一个一样的事情，也是把它打模糊。像我这边上了一层那个光晕，然后就是它光晕也会帮这些光去增强啊，有的没的，就增强一点点，但看不太没那么明显，这样应该有看出来。但我这边又想要再加强它，但这边我就没有加 emission 的通道，我是拿它 noise 的通道，然后改个颜色之后打糊了，这边打糊了嘛，然后我再加上去。好，我们直接用光晕嘛，然后我这边又叠了一层光的话，我们看一下会长什么样子。有，它就有一层叠一层银那个亮的那个雾气起来，对，它很细微，但是你实际看上去你会发现它是有感觉的。通常很多细微的东西叠起来的话才会比较好看，对，就是细节会变比较多啦。然后你对光的控制也会比较多层，就比如说那个光可能太亮，然后就走那个地方亮，其他地方就很黑暗，然后还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平均，我看了就很奇怪。然后下一个就是合成我们的人嘛，啊，刚刚也说过，就是人，我想要它不要只有这个光，我还想要它合一点别的，这样它的光就比较阔，合成上去嘛，有吗？它的光就会扩开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合上来，然后跑一下，有了，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人在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在合上最后这个叶子的那个效果，你们可能看不太到，是因为可能第一帧有问题，所以像你在跑这种粒子动态的话，第一帧都可以删掉，就偶尔啦，偶尔会有这种状况，我也不是太很懂为什么。对，但它这边在合成上去是看得到啊，但没那么明显。加上它是低帧，所以其实很容易就忽略过去了。然后这边这个最后一层呢，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拿的这个，我们拿那个 Miss 的通道改了点颜色嘛，把它改成这样。这边就是我又叠了一层雾气上去，因为我觉得感觉可以再压暗一点点，
因为后期会调色会再调对比嘛，前面不用那么亮，我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就再压了一点点雾气上去，看一下效果，对吧？然后就是把它周边这边叠雾气，然后让旁边亮一点，后面对比度会再拉起来，所以这个其实还好，就是想要让它的场景再有点就是更雾气感一点，就是更有点像那种就是在那种梦境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就是调一些光打色的，这个就看个人喜好，这个就自己去碰。对，我调了蛮多层的，然后还有这个晕影，把这边四个角就是打个黑底，然后加上个晕影这样，最后出来的结果就长现在这样子。好，对，调完色加晕以后就变成这样子了。对，那刚看这么多，可能觉得很杂，但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东西比较少，只有3层而已。但是如果你做透了这3层，你就会发现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低能是甚至不用管，如果你前面有做其他设定的话，这个也不用管。这下就只是加颜色、改颜色、加光、打模糊，然后 alpha over 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然后调个色，然后结束。就这样。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的程式去做那个输出合成的设定。好，那现在回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场景输出合成前我们要做什么设定。好，我们用讲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我们要输出的东西给分离好了，就是这个图层 building 这个图层打勾的地方是我们要算图的东西，VDB 跟这些没有打勾的，就是这个图层算出来后不会显示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图层就只要算建筑跟建筑灯光嘛，所以 VDB 这个我们自然就会分开。好，那我们看一下输出的设定，这里是我们算图选 GPU，render 选128加 denoise，然后因为这个场景没有体积物，这样的设定是 OK 的，它就而且也不要耗那么多时间。对，然后我们的尺寸就是看个人，因为这个是放 IG 影片的尺寸，所以这个解析度这边就是你看你当下的场景项目要怎么设定啦。Output 这里选好一个地方，那个资料夹就是你要知道它在哪，然后它有一个独立的资料夹去放这个序列图档。我们今天就是算序列图档出来，然后档案的格式是 ESR，对啊，那个颜色深度设一半就好，太多的话我们不会用到那么多，而且档案太大跑不太动。压缩格式这里选 ZIP 的这个无损啊，之所以会用 ESR，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做通道，我们等一下会要拿几个通道来帮助我们合成啊。通道的那个图，我希望它就是可以整理在一张图片里面就好，就是就可以用 ESR 档案来帮我们完成这件事情。这样啊，我之所以用 ESR，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用 PNG 做合成尝试的时候，它颜色都会跑掉。我不是很懂为什么，但是用 ESR 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就变成说我在做这种合成档的时候，我都同意用 ESR。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通道设定。好，首先通道设定嘛。这里有个 miss pass，这个 pass 这个底下这里打个勾，然后 emission 这里打个勾。emission 这个我们就是刚刚前面有挑说，我不一定会在合成的时候一直用光晕，它那个有的东西太死。用 emission 的话，我们去把它打糊贴上去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更多就是比较灵活的控制。啊，miss pass 我们只是会用来模拟雾气的效果，这样。对，然后 view layer 这里是 useful render 嘛，这个记得要勾了。然后还有 compositing 这里记得是当前这个 building 的那个选项，这样算图才会是正确算出来，就是你要的目前这个场景。那我们在渲染出去之前呢，我们一样可以到这个输入线这里，就我们现在已经指定好我们要的路径了嘛。但是我们如果只算一张图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就是另存新档它？其实我们还要再额外就是再点到它那个位置。但我们如果把 frame start 跟 end 都改成1，的话，我们在这里，然后直接按 render animation 的话，它算完那张图就会直接存在这个位置了。因为你动画直接算序的话，就是算完一张之后，它就会存档完，存档完之后进下一张，然后再进下一张。而我们现在只算一张的话，我们只按 render animation，它只算一张就会停，它还会自动帮我们存好档。就比方说什么，你可能算完图还要记得去手动存档，就是省个麻烦啦。好，那我现在就先算图，那我会跳过这个步骤，开始讲说我们下一个图层要怎么分开。好，那我们城堡的本体分完了，我们现在来分云雾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开始前记得这里有个 Hole Out，这个要点开，点开后你就不用会出现这一排这个圆点，这个是等下我们要用来切割城堡跟云部分的要用的东西。那我们就是 Building 这里嘛，我们先复制，我们 Copy Settings，然后把它的名字改成 VDB。好，把名字改成 VDB 完之后，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云的灯跟我们的云朵，然后我们现在要用城堡。
把云朵给切割开来。我们先把城堡灯取消掉，然后直接把城堡这个部分要切割的都给它点开啊，这里到这里。对，然后我们输出的设定呢，因为我们现在要改算云了嘛，我们输出的设定要改成那个其他的资料夹。那因为我这边已经有预先形成好资料夹了，所以我就只要这样子就好了。对，你就是自己记得要改哦，记得要改这个输入通道哦，不然到时候你的那个，如果你没改，然后档名也没改，你刚刚城堡上的图就被盖过去，然后这边都不用动。然后至于现在这个嘛，可以不用用 emission 啊，也不用用 miss 通道，我们这是用 VDB 就好了。对，它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对它的原本的图打模糊，再贴上去，去改它的那可能颜色亮度就好了。对，然后 VDB 这个通道记得开 use for rendering，但是 building 这里的要关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只算到 VDB 的这个，然后 compositing 这里记得改成 VDB，这样才会算到。如果你没这样的话，你就是就连前面城堡那个一起算，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算出来啊。然后我们其他的声音就都没有动，就是记得位置要改，然后那个 use for rendering 跟 compositing 这里要改。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一样就是算个图，然后我们就先跳过这一步，我们来算最后一个星辰的那一个图层。好，我们云雾算完了，我们现在来算星辰。那我们就是一样在 VDB 这里按复制，然后直接改成星辰。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的星辰叫出来，然后我们就也用不到这个光了，这两个光就用不到。然后记得把 VDB 这里的后号点开，这样的话，我们星辰在做动态的话，遇到这些云或者相关物件的时候，才会就是被裁切掉，不然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那个动画表现出来。然后其他的设定这边都不用动啦，真的要的话就一样再点开你这边的 emission，对，然后 use for rendering 记得开，然后 compositing 这里改成 dust，然后 VDB 那里的 use for rendering 记得关掉，然后最后一样嘛，一样就是我们的输出位置这边要记得改。好，就这样，然后再检查一下这边的输出有改吗？use for rendering 有开，VDB 的是关掉的，building 的也是关掉的。然后我们就是回去看我们的 compositing，这边是 dust。好，就这样，其他的都不用动，最主要就是那两个。然后我们就开始算图。哇，我一样跳过这部分，跳完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合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一个新的档案，这个档案就是都是空的，因为我们只要对这个档案做合成就好了。那我们就是进合成设定，然后记得把你的解析度改成你项目的解析度，然后按 use nodes，再把我们刚刚算好的那些档案丢进来，建筑物嘛，然后云跟我们的星辰，好，丢进来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一个一个去点开他们要的那个多通道图层。好，那我们现在就有这3张图片可以去做合成了。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好，我们先把这张图拉到这里，之后这里放大一点，方便我们做预览了。这边改 Image Editor，然后改成 View Node 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子，按 Ctrl Shift 加左键，它就会那个切换这些预览的图片过来，这样就会有一个 view 的这个节点，可以让我们去看说我们现在的进度做到哪。然后我不想让它背景有出来了，我们把这个 backdrop 点掉，对，那我们这样子，这样就好了。然后你之后如果想要预览其他地方的话，你只要按 Ctrl Shift 加左键，它就会直接去预览当前的那个图层的状况是什么样。好，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先来做第一个图层的调整，就是我们的城堡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设定已经做完了，这个城堡就是基本的这个本身的城堡跟一些灯光，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通道有弄好，像 Mist 跟 Emission。那我们现在要先做就是可能先给它压个颜色，去调整一下，然后再给它上个那个光晕的状况。那我们就先来加个模糊好了。我这是想要用那个 emission 这里的效果来去加模糊。那我们就看一下啊，调整一下参数，哦，大概这样子应该还好。反正我们可以先合了之后再看一下效果，然后看一下这边有个 Mix Color， 我们改成 Add。这边只是我单纯想要对它的颜色再做点小调整而已。这边可以加也可以不加，把它改成这个颜色。
2.28，我好像弄错，overlay 才对。这样有了，它这样就有点橘橘的，那么就是城堡中间看起来有更温暖一点。好，现在这样城堡的颜色就调好了，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光晕的模糊给加上去，这边就是用 add 了，把它加上来，看一下效果，调高一点，有了。然后这样就很明显看到光晕被叠加起来了。对啊，我们城堡基本上做到这里就可以先去做其他的图层，因为我们后期还会再叠一点东西上去嘛。但我们可以先大概都叠上，之后再看一下效果长什么样子。好，那我们第二个要叠就是先叠我们这个云层的这个物件，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被切割开来了。那我们等下合上去的话，它就会是它就是完好的合在一起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就先给它我们先合上去看一下效果长这样。我们这边加一个节点叫 alpha over，然后我们把它连上去，因为放错位置，这个在底下。好，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云跟那个城堡合在一块啊，背景看不到正常，因为我们背景是黑的嘛。这个场景，这个项目的场景就没有算背景了。输出的时候后面就是基本上也看不太到啊，所以还好。那我们合上来了，接着之后我们要帮它加一点亮，这边用光晕。然后一样就是改一下它的参数，看一下这边改成 foreground，然后.1.1有，然后这样就有看到它这边有明显的衬托出它的那个亮光度了。接着我们再加一点点去弥补它的光好了。好，那我们一样就是用模糊嘛。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noise 这里，有一张 noise 的那个通道一样拉到这里来。对，这个方法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啦，但我发现它对我来说有用嘛，所以我就一直用到现在。我们一样然后150。好，它打糊了，然后我可能想要动一点点它的颜色。对，看一下，先看一下它合完状况长怎样好了。这边我们一样用 add，然后叠上来，可能有一点点太多，2，然后可能又放反了，这样，好，这样子。OK，有明显看到它就是有再多一层小光晕出来啊。那我们尝试调一下它的颜色，对，调整一下，我看一下颜色这里这样这样吧，看一下，可能有点太深，改个颜色，改到这里，然后把它往内拉，再往内拉，它这样就是图层没有那么扩散开来，我们把颜色再抑制一点点回去，这样子吧。那我们就把它的光再压一点点回去，这个可以用，也不可以不用了。我后来会加这个是因为整体到后面可能有点亮，所以我才加了这个来。好，那我们云雾的这边就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下一个，下一个就是先去合上我们的雾，这个星辰这个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体积雾嘛，所以我们要先把那个云雾层的那一层先合上来。那我们先把这个拉高一点，然后我们把拉厚一点。那云雾层我们刚好提到我们会用 Miss Pass 来做嘛，那我们就是这边一样，先新增一个节点，或者我们直接把这个拉起来用。我们看一下 Miss Pass，它是现在长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把它拉到这个点。好，那我们先把它拉下来之后呢，再预感一下，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颜色就变成是个蓝色的那个通道了，那我们就可以针对它去合成说，我们把这个雾气用一点点的效果在我们的场景上。对，这我这边可能要先拉开一点，因为我不希望它的雾气那么厚重在前，可能看到一点锁链的状况。看一下，大概这个位置吧，然后一样再改一下颜色，参数就是都预先调好的，所以我会直接贴上它。那我们在最后面的这个的 add 后面再加上一个 add，就是再用叠的叠层上去啊，这里拉过来，然后把这里拉上。好，那我们看看它的点数，有了，你这样就是有看到有一层雾气被压在这个上面，然后最前面这两个是不受影响的，这样就有一个感觉就是看过去有一个就是这边雾蒙蒙一片的效果。好，那最后呢就是再合上我们的星辰，这样合成的地方就已经弄完了。
再加一个 alpha over 到这里来，我们一样把刚刚的星辰给拉下。好，我们现在场景就有星辰了吧？但是这个星辰看起来有点死，因为它没有光晕，就是加光晕。一样改一下它的参数，就这边就是看个人做调整就好了，这边就是没有太要求你一定要调怎样，就调自己喜欢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合成已经做完了，讲的可能有点快，但对。好，那我们就是3个图层嘛，building 的、VDB 的、星辰的合成都弄完了。复习一下，就是先有这个城堡图层，压一个颜色，然后我们把它的那个光晕用模糊的方式压上来，比如说它本身就是有温暖又带光晕，然后再用成 VDB，然后加个光晕，之后先叠上来 Alpha Over，然后再对它的 Noise Image 加一个颜色通道，把它去压暗一点某一些地方，然后打糊之后再压上来，就把它那个光度再压一点点回去。对，之后我们在这边有加一个 Mist，然后 Color 把它的那个颜色，然后再叠一点点的颜色上来，好让它有个就是前后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前面看起来是正常的，中后面看起来是模糊的。然后我们再加星辰，然后加一点光晕，然后再把它叠到场景上。好，那我们做到这里就是合成已经做完了，剩下就是一些颜色调整的部分了啊。颜色这边我就不会细讲，主要是每个人对颜色的观感好看，就是自己拿捏。然后颜色用这个也行，用 A1 也行，用达芬奇也行，因为有些颜色调整那个程式就比较多样化嘛，它可能可以调更细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看颜色怎么调的话，我就把那个答案的链接就底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参考一下。对，那颜色这一块真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玩玩看就好。那这边的输出设定一样要记得输 ESR，哦不然的话你的档案一样就是可能会有色差。对，我是建议你一样这边输出设定设 ESR，然后输出完之后到其他地方可能再序列成影片档，然后再转成影片，这样，不然有时候中间这边改成 PNG 的话，你后期要改回去弄都会有点问题。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